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能走到总决赛，我真的挺开心的，感觉应该能挣钱了吧？我最近2年真的很想挣钱，不光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啊，是因为我妈前2年开始搞网络理财了，不是炒股跟基金啊，是那种非常正经的诈骗 APP， 就是那种 P2P， 爆雷之后就把你的钱全都卷跑了。我妈也报警了，但没啥用。那个骗子早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可能连移民都办完了，钱肯定不会还了。你骂他，你怎么中国人骗中国人呢？他说：“哎呀，已经是外国人了。I am a foreigner。”我妈手里没钱之后吧，家里很多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还被银行起诉，上了那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听了以后说：“那咱慢慢还钱可以。”但这个事儿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我也是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说没事，儿子，你放心，妈已经查过了，这个是不影响子女的，你就该干嘛干嘛，搞你的脱口秀，进娱乐圈。妈看了，娱乐圈很多当红的明星啊，父母都在那个名单上。加油，儿子，妈上了那个名单，你就半只脚踏进娱乐圈了。然后我妈为了要还钱，就想找点挣钱多的活儿，但人上了年纪也没啥能干的，她就决定去干月嫂和育婴师，因为家长舍得给孩子花钱，工资还可以。她就跟我说，她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带孩子。我说妈，你不会呀？她说不是，儿子，我是在学习更加科学的方式。妈以前带你的方式都是错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科学喂养，给小孩开发大脑。鼓励式教育，让孩子感受到爱。我听完觉得我感受不到爱了。我以前咋没有这些呢？我那个心情就很复杂，有点像看到前任对别人更好了。我意难平啊！我用我的整个青春和童年教会了他如何爱别人家的孩子。我都不敢问他，妈，那你爱我吗？我怕他说，儿子爱过。而且我妈这个人还挺可爱的，她会忍不住想要跟我分享她的进步，但有时候看到她对别的小孩越好，我就越羡慕和嫉妒。有时候她给我打电话，也不聊她的生活，也不聊我的生活，就聊那个小孩。有一次她跟我说：“儿子，妈今天带那个小孩呢，弄倒了一杯水。”妈本来想骂他，但我想了一下，他在探索这个世界，我就没有骂他。我记得你小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肯定骂你。你爸还叫我揍你呢，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我大脑没开发。我妈有时候跟我打视频都会带着那个小孩，有一次她在给那个小孩早教背古诗，她就说：“来来来，快给小雨哥哥也背一个听一下。”那小孩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说小弟弟，你知道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吗？这里面用了一个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怨字表达了诗人对不幸童年的叹息和对原生家庭不满的愤慨之情。而且我妈现在带小孩这么专业吧，我还很担心一件事儿，我怕她以后给我带孩子要收钱。别到时候我说妈，我们都要上班了，你能过来带一下孩子吗？妈，叫什么妈？叫李阿姨？跟谁俩妈妈的呢？我以后在家只能叫爸，李阿姨。感觉我爸二婚了，李阿姨确实对我挺好的，是真把我当亲儿子。但是我吐槽归吐槽啊，我还是很佩服李阿姨的，因为她业务能力确实很强啊，经常会有人给她送锦旗。去年过年，她还跟我说她要升职了，她要去美国带孩子，啊，因为有些美籍华人还是想找华人带孩子，可以学汉语、学传统文化嘛，就想从国内雇，开的条件确实挺好的，就包机票、包签证过去，开的工资也很高，开$9000一个月。我听完说这个月嫂一定要女的嘛，
那不是美国吗？我可以自我认同为一个阿姨。而且啊，但我当时担心这个不会又是诈骗吧？啊，不会骗子去美国2次创业了？我就提前想把李阿姨联系好，确认完全部是真的。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说妈，那你要去美国这个事儿可不小，你有啥计划你跟我说一下。那你是不是去了美国，那你就不回来了？那个钱你也不还了？你成外国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儿子，妈肯定是要还的。你看妈的计划是这样的，那不是$9000一个月吗？那我在美国干个1、2年，就能快点把国内的债给还清了。我心想说，妈你野心也太大了，你让中国人骗的钱让美国人还，还真是5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他最后肯定还是没去美国啊，因为他还在那个名单上面。哎呀。然后我上一轮录完回家，他还在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说在国内带了5年孩子，也终于能把钱还完了，也不在名单了。还跟我说，儿子，妈这几年挺对不起你的，人家都是父母帮忙铺路，你反倒要担心爸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我说这有啥的，这不写了5分钟段子吗？我也没想着你帮我进娱乐圈，但我决赛圈可就靠你了。王丽，谢谢你们，谢谢李阿姨。好，谢谢于山宇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于翔宇的表演。于翔宇今天的状态跟往期有点不一样啊。几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跟祥子聊聊的？那个李阿姨现在实际情况怎么样？家里的我也想问这个，还剩多少钱？你收到多少是信卡里去？跟您那根本就比不了了。不是，让他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啊，我比较职业啊。就那个，但大家不用担心，钱已经能还完，因为他们这几年工作挣了一点，然后我前几年演出也攒了一点，然后节目也接了一点小活啊，大家不用。今年爆红以后更不是问题了。没，但是您应该懂，他有一些法律流程要走，特别懂，有空多交流。但说实话啊，一个新人这么一路走过来，几乎每一场都没有拉胯，一直扛到决赛，我觉得真的非常了不起。谢谢罗老师。天真姐也是一季都非常看好祥子。对，我觉得祥子还是很有机会冲击的。你的平时的写作上是用一种什么方式去采集素材的呀？因为我觉得你创作速度是很快的嘛。就前面整个比赛过程中很多都是新的内容，就是我们那个有些轮是有主题嘛，然后有些轮我就会跟我的导演我们沟通完了，确定一个大框之后，再往里面去想一些素材，就是一般也都是我人生的经历，但是我人生就这么点儿了，所以有点写不动了啊，我就提炼完之后就没有了啊。因为你的视角是很年轻的视角，你是多大呀？我26。就我觉得你是有非常年轻的视角的，其实是可以带着这个视角来做这种接下来的内容的创作，它可能会跟其他人有更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你拆解问题的角度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好的，谢谢天真姐。哎，你是香港被人认出来吗？对，他跟你讲什么？就我们上次去香港拍摄《见星爷》，然后就在酒楼底下，然后有一个本地的阿叔就说：“这脱口秀节学。”我不是要那个模仿您的普通话，我是模仿那个阿叔的普通话，不好意思。不是你真的很像啊，那些人的表达就2个字，文言文一样，脱口秀节学。我觉得他其实他的这个脑回路特别适合做喜剧。因为本身你要想说觉得这事儿有意思，你就肯定得看他的另一面，从这边再切入。然后确实也是2位老师说的都很对，他前面的节目尤其初见的时候都觉得你这特别优秀，特别好。越往后呢，可能确实是受限于这个，可能你不能老秉着这么一个那个所谓的视角一直去讲事儿。
但是呢，为什么我还这么愿意给你笑脸呢？因为你这人上人见喜，就是一上台的那个状态，就让别人很愿意去听。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天赋和能力。谢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谢谢于翔宇的表演，于翔宇先前往等待区就坐。谢谢于翔宇。玉香一整一季我都觉得非常惊艳，就是每一场都会给我惊喜感，就是不仅文本非常好，他确实长得也比较讨巧，就整个人的观众缘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他在脱口秀这个舞台上，一定未来还会比现在的高度更高的。准备好拿冠军没有啊？我准备好不知道，反正我妈是准备好了。阿姨来现场看你比赛了？哎呦，看来对你表现很满意嘛。我妈在给我买冠军呢，她说有了这个，我就半只脚踏入冠军圈了。还有这好事呢？我咋没听过呢？哎，哪儿买的？我也想买一个。是爱他美销量冠军镯，你看实证成分5天看见，还有99%黄金效果，看得见，信得过。配方、实证、口碑都嘎嘎厉害。我妈说现在很多家庭都给宝宝喝这个呢。我要是早喝爱他美镯，我也不至于没拿过冠军。好，那我们比赛继续，即将登场的下一位演员呢，特别能卷，已经在一档喜剧节目中卷出了冠军了。那他今天要在总决赛卷出什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洋教主。种子选手是吧？那应该就是刘洋了，刘洋吧。刘洋基本上就是大家心目中不会出问题的。这个还是他的主场，他肯定要在这个上面搞个冠军。他很想冲击冠军的，要不然他能这样卷王吗？逼我，别逼我！总决赛我要会一会富豪，富豪我来找你了。100%全新了，连里面的人都是新的。好，我觉得够了，我觉得够了。就是发现这个忘词了，完了。有的时候真一凉到底。请喜剧之神降临在我的舞台上。我在准备总决赛的稿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从来没触碰过的领域，你动真情的那些个领域好像都没有碰过。因为前几轮可以说是都是为了想赢在写段子，没有说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最感同身受的东西，没有说这个东西留在这个舞台上。所以最后一轮写2个自己特别想留在舞台上的东西，然后关于我儿子，然后关于我父母，后面一篇会提到一些我老婆。我想的就是用第一篇稿子能够冲进前4，然后讲到我自己想讲的第2篇，然后能在这个舞台上总决赛跑完最后一轮，这就是我所有的目标。很多人之前知道了，但是通过这个节目肯定了刘洋是厉害，刘洋是全能。刘洋老师的恐怖地方，并不是在于他能这一场有多炸，而是他10年可以一直这么炸。我就希望他能把自己调整得更轻松平和一点。我更想看到一个平和、开心、散仙的一个刘洋，又会观察出什么角度和视角。就心里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坚持，就是如果我不讲这2个稿子的话，我心里肯定是特别遗憾。所以我是希望总决赛能好好发挥，都讲自己想讲的，然后最后给大家证明，真正走向自己喜欢的喜剧道路的路不止一条，能让大家知道喜剧之王不是一个人，喜剧之王是你找到了自己内心确信了之后走的那条路，你就是自己的喜剧之王。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一路走过来耍帅，然后牙磕到话筒上了，刚才。
总决赛了，然后跟大家聊一下今年的一些变化。今年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在2个节目里面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说实话，我现在人性都有点变了，我现在开始装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记者问，2个节目都一直赢的感觉是什么样？我说，是一种超越了主观意志的失重感。他说什么意思？就是飘了，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今年当爸爸了。谢谢大家。然后有了一个儿子，叫小野。他出生非常有意思，跟各位说一下，他出生在4月30号，给各位科普一下，4月30号是国际不打小孩日。一出生带给我一个信号，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不过洋节，我。然后他还有一个冷知识分享给各位，现场你们算来着了，就是刚满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哎，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刚满月的时候，我们俩把他接回家，我在电梯里抱着我儿子，一个老大爷执着地问我儿子：“你多大啦？多大啦？”我说：“你告诉人家呀，没礼貌呢。”不好意思，大爷，这孩子特别不会说话，但是他不会说话，特别能哭，就哭起来真的哄不住。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就不知道咋办。你在这抱着哭，给安抚奶嘴哭，你在这抛接他哭，单手抡哭。拿运球投篮哭，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哭得最狠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完了，将来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会被骂到死。而我对这事儿无能为力。如果高铁上还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把骂我的这个事儿写成段子，我就彻底完了。我儿子只是丢脸，我连段子都丢了。所以我想了一个策略，如果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先生气。我要先假装不认识我儿子，然后我儿子一哭，我就站起来，谁家小孩？谁家小孩放我旁边哭呢？有人哄没人哄啊？没人哄，我哄了啊！还没人哄，真哄了啊！刚好带着个安抚奶嘴，来孩子谈上。我呀，就是一热心肠，平时也不帮忙。这孩子我都不认识，你多大啦？然后，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就开始理解那些在高铁和飞机上坚持要用手机开功放的人，他们肯定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法让手机安静下来。他们自己在家哄，根本哄不住，跟手机说别播了，好不好？别播了，播完这个就不播了啊！哎呀，连播了，哎，该死的大数据啊！含个安抚奶嘴儿没用，还是播，然后带到高铁上还是播，没办法，他也不能像我一样突然站起来，谁家手机啊？这是，没人要，有人要没人要？不可能，一定会有人要。他只能跟别人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手机播没电了，就不播了啊。这样我一会儿把声音开到最大，声大，耗电快啊。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这样的，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变得特别多愁善感，就特别容易动情，然后一动情就特别想哭。但单口喜剧演员是这样的，我们一旦想哭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开个玩笑，把这种哭的氛围化解掉。比如说我有一次参加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台上真的很感动，我坐在桌上，我眼泪就在眼眶里转，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你感动啦，我说啊还不上菜，饿哭了我都，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你真动情了之后，你发现你开这种玩笑，水平直线下降，没有任何人懂。我自己，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产房门口等，因为我老婆剖腹产不让我进产房，你知道在产房门口是很焦虑的，你也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生，门口也不会有一个倒计时，在那放着3、2、1，当爹了。不会有这东西，我就在那徘徊，我说什么时候生？突然我听到一个婴儿哭，我说啊，这是婴儿哭吗？还是一个猫叫呢？这个季节也是闹猫的季节。
然后护士说刘先生可以进来，我说我家闹猫了。我一进来，护士跟我说刘先生恭喜你母子平安。我先看我老婆平安，我说太好了。我说我看一眼我儿子，他就指着一坨红色的东西说这个。我说嚯，这是我天，你很难形容那一坨东西。就是一个无毛猫直接扔在那边，一个小婴儿，那个胎毛就这么噌就炸了，就感觉他被世界吓了一跳去，然后整个四肢就控制不住在那乱挥舞，然后整个脸皱缩，眼睛还瞪大，就完全跟反祖了一样，整个婴儿。我一看孩子，我说嘿，地道的北京人啊。我的理性告诉我，这孩子太丑了，我天，真丑。我的感性告诉我，他太好看了，我为他挡子弹。然后我的理性感性一交织，我整个眼泪就往上涌，在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护士问我，起名字了吗？我说起了，叫红毛小星星。大冷场，产房都冻上了，护士连梗都不接。就让气氛尬在那儿，你至少接一句啊！哦，那先生是姓洪吗？你至少。我说先生不是姓洪，先生是喜欢陈信洪。这个梗从诞生到现在效果没好过，但这是我给陈信洪的一封情书。然后他在月子中心也是，我特别容易动情。我把他放在月子中心，然后放在护士站，一排玻璃墙，然后那后面一排婴儿，护士在那儿照顾。我自己晚上回来去看他，我趴着那个玻璃，我说儿子，我儿子在里面一手拍着玻璃，一手拿起墙上的电话，爸爸，坚持上诉啊！然后我正感动的时候，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护士跑出来说：“先生，你要来干嘛？”我说：“我来挑个婴儿。”这护士也不接梗，我只能自己接梗。我说：“不挑了，你这个看着挺甜的，你多大啦？多大啦？好不说话，这孩子这太膨胀了。”但是他出生之后，我爸妈来看他，我爸妈60多岁了。正是上班的好年纪，然后来我家看他，两个人在那逗小野玩，然后那一个瞬间我懵了，我整个人懵了，因为这样就是我儿子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然后我爸妈在逗他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从这个视角看到我爸妈在逗一个婴儿时期的我那一瞬间整个就不好了，我才明白，我说原来那个一直哭闹的婴儿就是我。原来那个一直不懂事的婴儿就是我，原来是我让我爸妈多了很多的白头发，当然更多是因为新陈代谢哈，一些自然规律。然后我当时我在想，我小时候因为不会说话，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好像会说话了之后也没有跟父母好好的表达，所以有一个瞬间我特别想跟我爸妈说点啥，我又说不出口，因为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刚要说，然后我爸妈转过来说怎么了？我说。你看他像个红毛小星星。谢谢刘洋教主，谢谢大家，谢谢刘洋教主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刘洋教主。谢谢。他这个开放麦效果特别好，我听过，没有他那次效果好。哎，刘洋，我看你演完是长舒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你自己是什么感觉？这个段子不适合现场讲，大家也没共鸣。然后你讲孩子可爱，大家就想高铁太难了。我在线下有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发现就是观众一旦是特别年轻，就完全 get 不到。但是我还是讲了，因为我特别想在这个舞台上讲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然后这个段子原点就是那一幕，就是我看到我爸妈好像在照顾一个婴儿时期的我，忽然好像理解了很多事情。然后当然这个段子里面没说到的是，我非常感谢我老婆，
因为无论我在这个段子里说自己多辛苦，我老婆的辛苦程度都是我的几百倍、几千倍，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我老婆。我就是想讲这个事情，然后想讲一个关于孩子，然后自己的一些想法之类的，讲讲这些吧。刘洋，你刚才说那段我还挺有共鸣的，就是我们碰到那种煽情的场面的时候，就好像总是要忍不住讲一个笑话把它化解掉，因为好像我们很多人就是对那种感人的场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羞耻感，想回避那个东西。对，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喜剧演员才有的毛病，但是反正那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谢谢。但这个特别不像你一直给我们的印象，因为你特别拼，特别喜欢赢，然后又特别的努力，特别的卷，然后这一季第2篇啊会讲为什么这样。那有没有可能这场讲的没有那么理想，没有第2场？但万一严老师进了，他不是没稿子吗？你把我这念了。我也有严老师，我的也给你。不是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在那边已经拿了一个冠军，所以在这边看得特别淡。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就是 Bill Burr，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有的时候他的观点不是他自己选的观点，而是他觉得对面的观点太多了。作为一个单口喜剧演员，他有必要站在这边来说说观点。我其实听了很多吐槽小孩的段子，但你作为爸爸，就是尤其是我自己，我看到孩子你就吐槽不出来。你晚上哭成那样，然后真的哄不住，但我一点脾气都没有。我好几次，我天，我这眼袋快掉下来了，就是晚上真睡不好觉。但他每次哭，你抱起来他的时候，你就在想，哇，真好，这个这么小还让爸爸抱，可能就这么1、2次了。然后在后面他万一睡整觉了，然后万一长个了，万一叛逆呢，万一写段子吐槽我呢，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讲这么一个段子好了，就写的是这样的一个题材，没有别的遗憾。的确是没有遗憾，对，是我淘汰了吗？我现在他没比呢，这几个都别给他们投票，听听第2天讲什么。这不今天费曼也来了吧？啊，你也不知道吗？我知道，但是他坐在哪里？坐在哪里？费曼？哦，在这儿。Hello， 可能认不出，因为我长得不太一样，跟他，可是也没有什么讲的。快点发挥你的小宇宙，你不是要讲stand up 吗？费曼，你看你讲什么？就是说一说我小时候的东西。我家里有个回旋楼梯，然后呢，在顶楼他会把我想要丢出去那个空洞里面。对，然后呢，他说1、2、3，然后呢就接回来这样。吓我一跳。没事，别担心，咱家也没有回旋楼梯，是不是？不是，他很多极限运动就做骑马，也是我把他一拉上马就走的。我说他很无辜，我就陪老婆。普通话好理解一些。好理解一些。费曼对于爸爸这个节目的表现怎么样？包括在外说你的这些话。我没有什么注意他讲我什么。已经有了单口精神了，现在。冒犯为。好，那谢谢费曼。郭老师呢？主要我们是对那个教主的期望值特别高，特别高。要不你把那讲了吧，要不然我怕一会儿来。没有，主要确实也是因为在最后总决赛这舞台上，前面几位选手前3位吧，好像都表现出了非常。就是他们的态度都很明确，然后你跟翔宇都是讲了一个小故事，这都是很好的表演，我觉得挺好的。这就特像拍个戏，弄个什么，做头里有一个什么仅以此片献给我的谁谁谁，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啊。然后因为确实是自己家孩子，你怎么可能有这么明显的态度？而且在这台上冒犯自己家孩子，确实也没必要嘛，是不是？啊，但我有一个主意，就是上一次梁岩也是因为这事儿淘汰的，你们俩可以冒犯对方的孩子，这样就都有词说了。教主，我给你支一招啊，下次小野再哭的时候呢，你也哭，用魔法打败魔法，而且啊，嗓子哭累了，可以来一颗京都念慈庵润喉糖，润喉护喉。你这么卷，
红毛小星星肯定哭不过你。好，谢谢刘洋教主的精彩表演，请你先前往等待区就坐。谢谢教主。我觉得刘洋让我眼前一亮，就是他换了另一个风格的内容。他以前可能是对外输出一些情绪，这次他有点铁汉柔情了，那么大个壮汉讲小孩。那我们比赛继续，下一位登场的演员来自于门窗世家。这一整季，他苦练普通话，只为取得铝合真金。有请安义县乡贤刘仁成。恭喜刘仁成获得186票，成为第3位晋级总决赛的演员。富豪，大师兄服务一下吧。二师弟真的不一样啊，九齿钉耙，真的就是钉耙用的是越来越是炉火纯青了。但是付航确实跟我说你一定要能走到最后就走到最后。他说他不想一个人来录，他一个人来录觉得无聊，而且我也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就瞎说。他讲说付航没朋友，我要淘汰了，他就在角落哭吧。我说过这句话吗？我找来人记录。我希望刘仁成在最后一次表演的时候拿出你的状态。一直呢，你在人生里边都说你是配角，但是我从来不这么想。在总决赛，二师弟要当一次主角。我不想当主角，我人生就当配角。你想把配角演好，你也要当主角去演才可以啊。行，我就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我会做到自己的最好。肯定可以。至于从小人物到喜剧之王，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啊！希望未来能跟大家创作更好的作品。我希望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喜剧记忆。他是一个非常萌、非常可爱的一个小胖子，然后创作和表演也都非常好，一路就是笑眯眯的冲到了决赛阶段，真的是前途不可限量，所以我对他特别看好。刘仁成这一季的表现啊，其实是超过了节目这个所谓的 slogan， 因为他的表现就让你会想，小人物就一定要成为喜剧之王吗？不是一样可以很好的站在那里被很多人喜欢。总决赛我觉得就是特别想拿冠军的人肯定会有压力，他会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像刘仁成这种其实是没有抱太多期待，没准他这次就真的能在这个舞台上创造一些奇迹。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今年也是走到总决赛了，说实话挺意外的。我这个人呐，没什么冲劲，我是 INFP， 小蝴蝶，像蝴蝶一样美好易碎。你们再看我的造型，我都不是一般的小蝴蝶，我是发蝴蝶。发福了的发蝴蝶，没有小孩的人就讲这种段子。我是小野的朋友小蝴蝶，很开心啊，每天讲这种破玩意儿，大家就很喜欢我，很包容我，收到很多网友那种很好的评价，他们说我做的是小 ego 喜剧，就说 ego 嘛，就自我意识，他们说我做的喜剧 ego 很小，自我意识很小，很温和。我很喜欢这个评价，我就这样子的人，胖子ego小，容易人缘好。胖子人缘好很简单，只要你每一次被陌生人喊胖子的时候，你都跟我一样露出憨厚的微笑，你就会是一个人缘很好的胖子，朋友越来越多。但你要选择回复我认识你吗？你精神病啊？我是你爹，那你可能会是一个人缘很差的胖子，比如罗永浩老师。只能开个直播间才能交个朋友。一边交朋友一边卖货，
所有的友谊都被命运暗中挂上了小黄车，并标好了价格。我从小被人喊胖子，从来不生气，直到有一次去个朋友家玩，朋友妈妈喊我胖胖，说实话一点不生气，我还觉得挺可爱的。但我朋友突然开始维护我，他说你怎么喊别人胖胖呢？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他要是跟你一样喊你丑丑，你开心吗？哇，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一个人这么在乎我的感受，同时这么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但我很喜欢这个朋友，因为他虽然说是个不孝子，但他不孝胖子。虽然他把他妈气得心脏疼，但我遇到了心软的神。一狗小也和之前的经历有关。我做了很多年的编剧，在娱乐圈也什么事都干过，什么活都干过。今天参加一个节目，节目组想让嘉宾坐在跳楼机上互动做游戏，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替身，抱着摄像机去进行安全测试。那么会是谁呢？你们坐过1个小时的跳楼机吗？连续1个小时，下来之后整个人都通透了，都有点通气了，感觉跳楼也不过如此啊。那是我人生最惨痛一段回忆。结果今天早上导演跟我说，我们决赛出场方式是从上面坐升降机下来，真的踩开时我都恍惚了，我穿越了。哥，导演，我跟你确认一下。咱们现在录的是中国最好的喜剧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不是认真的嘎嘎们吧？我再确认一下，我是演员，不是编剧吧？是吧？那你找个编剧给我测试一下。真的，那天在跳楼机上那1个小时，我真的想了很多。就进娱乐圈之前，都只在乎什么飞得高不高。那1个小时，我只关心安全带锁得紧不紧。我知道娱乐圈越高越危险，最重要的只有安全。要想不摔死，就得把下半身牢牢锁死。以后别人再问我娱乐圈的目标是什么，我说5江上下而求索。后来我去参加一个节目当编剧，然后那个节目周老板是嘉宾，在现场我想找周老板打个招呼，但到门口有点犹豫了，因为他门口贴了块牌子，写着“艺人周奇墨休息室”，熟悉的名字突然特别陌生，我突然感觉到巨大的阶级差异，我的面前明明是一扇我非常熟悉的铝合金门。都感觉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门。就那一刻，我有一种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我就想走，结果周老板正好开门了，哎，阿成，你来了，进来坐会儿。我说不用不用，我先回去了，周老爷。阿成，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今天吃点水果，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我说谢谢周老爷，我先认了。虽然今天一直在吐槽啊，说1哥小这个事儿，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就这样，我没什么自我意识，这种状态我最舒服了。你让我这种人突然变得非常的自我，我肯定也会很难受，大家都会很难受。那就不要留。突然的自我。你们现在是不是很难受？这位美女，你是不是很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赵丽蓉老师，这就是我，我就是没有自我，我的皮下是王建国。说这么多啊，我就一直坚信，我们一够小、没有自我的人也能做好很多事。比如最近我家的门窗生意真的好了很多，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最近台风很多。大家都想加固一下门窗，那为什么今年台风很多呢？会不会是在亚马逊流域有很多小异构的 INFP？ 在扇动自己的翅膀。小蝴蝶还说呢，啊，虽然我扇动翅膀可能会带来台风，但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福祸相依。所以我也不是一般的小蝴蝶，我也是发蝴蝶。谢谢大家，我是刘小八。谢谢刘仁成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他要进了，他得进，他要进了，他要进。啊，这是我听过他最好的一段，没想到越战越无力阿成，哇，无力阿成。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刘仁成。哎呀，这么开心吗？很纯粹的快乐。我看完这个演出，我觉得你这个赛段不应该淘汰，你应该上个赛段就淘汰。你不喜欢在台上突然唱歌的人是吗？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万一进了怎么办？我也没有第2篇稿子。刘洋有，我这个，念我这个，你跟我讲吧。我这篇，你也是小刘，这有2篇了已经。哎呀，几位老师难受吗？看的，那个方向刚刚天真姐刚刚好对你奔跑袭来。你这段是我觉得你在抢杨笠的赛道啊。第二个千纸鹤。对个儿啊！没想到你俩能在一个赛道里。哎，刘仁成，这是新段子嘛？新段子。你今天比赛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新段子？全部。哇哦。没有。我说实话，我这个赛段我特别焦虑，因为咱们这个跟半决赛的间隔很长嘛。我从第3轮开始就是新写的，然后这个赛段时间太短了，然后我有段时间真的特别难受，我就有点想哭。因为我说实话，到总决赛我一点都不在乎名次，我觉得我肯定赢不了，但我怕总决赛10天写个稿子不行，就是最后一段表演不好，然后就很焦虑啊。感谢就是咱们总编剧，包括庞博老师，包括所有还有卡卡什么都给我帮忙了，因为找了很多人，我确实有点弄不过来了。卡卡不是总编剧，卡卡是那个测试跳楼机的编剧。他测完你敢用啊？哎，刘仁成，你刚才跳那个舞的时候，那个彩排过吗？彩排完了，逗笑了导演。你那个羞耻感是怎么克服的？如果你仔细看那个表演，你知道我没有克服。真的，这个就是赵丽蓉老师这一番，我前天晚上想的，我当时就给建国发了，建国就持谨慎态度。他说：“你真的要演吗？”我说：“我想试试。”我本来是想模仿赵丽蓉老师转个圈的。开水我跟不上6，那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来一个试试，来一个试试。好，那我就来什么全部的。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6。你说难受不难受？你就难受不难受？你就难受不难受？我觉得你这个大家笑跟像不像赵丽蓉老师好像没什么关系。这我多一嘴，刚才吴老师就是在这个点儿摁的灯，您也对这个小品有那个认识吗？您看过这小品吗？鼓励一下，因为在台上、很不容易，就是这个能做出这样事的人不多，就确实挺逗笑，挺有趣的，我觉得。
我现在担心你第2轮咋办呢？要是进了，教主，你那个段子能不能让我背一会儿？就是，哦，你就决定教主已经进不了了是吧？不。不要生气，不要。这不我跟付航就俩人了。不要，你已经是一个父亲了，你已经是一个父亲，还有孩子呢。别拦他，看他到底想干嘛？但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好，那我们谢谢刘仁成的表演，有请刘仁成前往等待区就坐。稳了，快点，稳了，快点，稿子快背，稳了，我都说你们不过。你来啦！嗨，大家好，我是何正。很高兴啊，一直比到这一轮啊，还是讲这些东西啊，我也得感谢一下教主。我真的不是要挂他什么的，就是我最早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其实也写什么租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段子。然后有一次听了教主的播客，他说我要有这个病，我先写他2个专场，所以我写了好多这个东西啊。而且我觉得也感谢大家吧，大家能听进去，不会烦我。我身份也特殊一些，我以前能看见，现在变成了一个盲人。我感觉我现在就站在那根线上，就一脚跨一边，一个擦边，你知道吧？这个黑暗、光明沟通2界的使者，一个阴阳人，一个老阴阳人啊。接着阴阳哈，其实啊，之前就上过一次综艺，上了之后呢，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各种奇奇怪怪的，你都想不到。问的最多一条说你能看见留言吗？这是最多的一条。最奇怪一条说你上厕所怎么判断擦干净了没有？你管我怎么判断呢？我自然有我的判断，也没人过来判断一下我的判断呀，对不对？我完全不会觉得冒犯，我很清楚，大家生活中没怎么见过盲人，不可能说你头30年人生没见过，今天第一次碰上一个，你就天然的掌握好这个尺度，边界在哪里，什么话能讲，什么不要，不会的，你没有接触过，没有练习过，不要紧张，没有任何谴责你们的意思，因为沟通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光你们不知道，盲人也不知道怎么跟普通人打交道，你想想看，你没有见过盲人，盲人更没有见过你。有8700万残障人士，16个人里面就有1个，有概念吗？上学的时候每个班上得有3个，没见过吧？因为从小就处于一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特殊学校、盲校、聋哑学校，还有一些城市的盲校叫启明学校。我能理解你是一种美好的祝愿，但是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对不对？你说我开个肿瘤医院，我敢叫长寿医院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对盲人的了解可能都没有对恐龙的多。盲到其实吐槽过几次，有个朋友问我，他说：“哎，你骂了好几年了，怎么一直骂他？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是你自己不会用？你是半路才瞎的，你都没上过启明学校。”他觉得跟着他就能导航去左边去哪，右边去，你没有这个概念吗？你们还在吗？不要这么沉重，说了不会骂你们的，是吧？啊，做不到的很简单，它就2种，一种是条形的，就告诉你直走，放心的往前走，对吧？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放心的往前走，只要磕过一次，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放心的往前走。还有一种是点点，点点知道是什么吗？停。有很多朋友说是拐弯，不是的，就是停，有可能会拐弯，有可能会下楼梯，或者会出来个车撞死你，什么不知道。你踩到点点就小心哦，大概什么情况？你算一算是什么？你不是会算吗？对吧？我觉得盲到唯一还能有点用的，可能就是教育作用了，跟恐龙化石起到一样的原理，就教小朋友来，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虽然你没有见过，但是证明存在。小朋友说为什么没见过？你不着急，你到爸爸这个岁数，腰椎间盘突出，你去按摩就见到了，全是。前2天有个新闻，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就是
马斯克那个脑机接口的公司，开发了一个芯片，就连到大脑上就可以让盲人恢复视力。有看到过这个那个吗？有啊，估计能弄出来。然后过个10几年之后，没准实现了之后，所有的盲人都被治愈了，也算是消灭了盲人吧。但到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遭受的苦难啊，什么做的这些事情都会被忘掉的，因为我对人性的非常了解，就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你都灭绝了，不会有人再说你好话的。你想想看，恐龙灭绝了，现在说什么？说恐龙脑容量小。我太了解普通人了 ，AKA 贱人，是吧？所以我觉得啊，要记住这一切的话，可能还是得参考恐龙，像恐龙乐园一样，我们也盖一个盲人主题乐园。啊，你不要忘记历史，同时享受快乐。进来先把眼罩扣上。没有见过导盲犬吧？来，旋转木狗给你安排。VR 电影去过迪士尼吗？飞越地平线、禁忌之旅就那个一模一样，我们也会有主题换一下，海伦凯勒的一天。一天不过瘾 Pro 版，假如失去3天光明。随便玩花车巡游，连花都不要，瞎车巡游，一直玩到天黑。最后一个项目大家都知道，那个砰砰，烟花，传说烟花升到最高点绽放的一瞬间，和你的爱人亲吻拥抱，就能获得永恒的爱情。没有人能在盲人园获得永恒的爱情，没有人能找到最高点。听见声音再亲就来不及了。我知道说了这么多，我一整季说的所有东西，短时间之内都很难改变，但是了解是改变的前提嘛。所以感谢脱口秀，让看得见的朋友们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见的东西，也让我也挣到一些钱吧，以后真的能用上，就花钱能治，对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不光对你还是对我，脱口秀都算是一种起名艺术了。所以谢谢大家，谢谢脱口秀，谢谢脱口秀的观众，谢谢。谢谢黑灯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我们这是为他投票的最后机会，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黑灯的表演。黑灯，我想问你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你反复在聊这个话题嘛，你自己是对反复聊这个话题有一些介意吗？我不介意，就是没有开场段子。而且我其实本来没有要 Q 教主那趴，然后那个刚才刘仁成 Q 了一下，我觉得确实是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就是受到教主的启发。王石七老师来了吗？在，就是教主跟王石七聊了一期，就是说你为什么讲了一轮，第2轮就讲什么好多年前的一个播客了。王老师说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就靠这个东西，教主说我要有你这玩意儿，先写2个专场啊。王石七没听进去，我听进去了，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其实反复讨论一个话题的点是在于你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而且每次讲都好笑，你每次观察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场都带给大家就是不一样的快乐的感受，非常好，谢谢。我一直都特别喜欢黑灯，所以刚才刘仁成不是那么理想之后，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也是把最精彩的用到上半段，然后到这个最终一场的时候会垮掉。但是揪着心看一直没有垮，所以我特别为他高兴，恭喜，一直到最后一场都没有垮，非常好啊！谢谢，谢谢罗老师。好，一直非常喜欢黑灯的吴老师，这到了最后是不是如你所愿？对，很高兴啊，能再看黑灯讲多一些段子，希望明年也一样邀请他来，无论他冠军还是其他，希望我们也多一点机会，能够欣赏黑灯的演出，真的。谢谢吴老师，谢谢郭老师。我特别的，喜欢黑灯他这些个，因为我觉得他是有科普项的。因为就为什么我们总觉得黑灯的视角好像一直都很新奇，虽然总在讲一件事，只是因为这些事情平时都会被我们自然忽略掉。然后我觉得最后这个结尾这句话特别好，就是可以不改变，但也要先从了解开始。我非常感谢黑灯，让我们了解到了你的世界，谢谢您。谢谢郭老师。
也谢谢黑灯的表演，请回到等待区落座。谢谢黑灯的表演。有个项目得马上跟你对齐下颗粒度。哦，你有话跟我说。优先级很高，很急，明白。Please。这次项目预算充足。哟，发工资了。需要一个引爆点拉动用户情绪。想喝杯酒 happy 一下。这个赛道有没有爆款？说说你的要求。我需要大厂出品，基因纯良，易用性高，调性兼容，结果导向。是不是很难落地啊？不难，你看老村长酒怎么样？国民白酒，真正纯粮，好喝不贵，口感柔，不上头。果然是好酒。有话直说，好酒开喝。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资源请节点。好。好，那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选手，有请下一位选手小鹿。哎，大家好，我是小鹿。今年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呢，我讲了我的婚礼，吐槽了我的婚礼搭子托马斯。之后呢，很多人就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跟这么废的人结婚。今天我来揭晓答案啊。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他不一定得是佳人才子啊，也可以是卧龙凤雏呀。今天说一个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些年啊，我们卧龙凤雏一起划过的铁路，干过的杠啊。当时呢，我还在做律师啊，他也还在北大上学啊，一个典型的恋综配置。哎，马上就翻车啊！我发现老外学中文几年，中文人格就是几岁。当时他中文人格5岁，我俩的相处模式就很母慈子孝。有一天我一回家，他就跟我告状说：“小鹿，有人算计了我。”这个算计啊，一听很吓人啊！这就是老外学中文的特点，他们学的词儿都很大，很书面。啊，比如说我俩去吃麻辣烫，他会看着一大盆杨国福麻辣烫感叹句：“哇，真是一顿饕餮盛宴。”我跟他说：“你少吃点儿。”他会说：“麻烦您通融一下吧。”所以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谁算计你了呢？啊，今天怎么不开心？”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我今天去了一个打印店，老板很热情，我们谈笑风生。我觉得老板很好，我没问价格就答应了。他说这点纸要90块。我当时一看这么薄的一点纸啊，我说就这，90啊？哎，你是打印了10张9块钱吗？他说你在冷嘲热讽吗？我说对呀。你不问就打，现在钱都付了，告诉我有什么用？怎么我是还能去帮你把钱要回来呀？他说可以吗？你不是律师吗？我说呀，也行吧。那这样明天我们去要钱吧。他说啊，我也要去吗？你可以自己去吗？我需要去北大上学呀。我说啊，什么意思啊？明天你去 PK University， 我去 PK 打印店老板。老板怎么会知道我讨回的是哪个老外的公道呢？最后他勉强同意陪我去讨回他的公道。然后第二天一早啊，我俩骑着电动车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啊。骑到那个打印店门口，我跟他说了一句：“你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进去取个证。我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进去大声的询问了价格。彩印3块，黑白2块。为了夯实证据，我还在电脑上登录了我的微信，还插上了 U 盘。煞有介事打印了2张，花了5块钱。最后啊，付账的时候大声询问老板：“是这个价格对吧？”老板说：“是啊。”然后我就把托马斯叫进来了。托马斯进来的瞬间，老板的脸色紧张了起来，明显是认出来了。毕竟他一天也不可能骗好几个老外。我就问老板：“我说，那你昨天收了他90块钱？”老板说：“啊，是吗？那我再算一下。”特别心虚的过去翻那叠纸，翻来翻去算了3遍。这个说啊，外面的壳子15块，打印60啊，一共是75块钱。我当时一听，妈耶，差价这么小吗？
那不行，来都来了啊，还是得继续啊。我说，那你收他90。老板说，那我算错了呀。我当时一听，也有道理呀。但是不行，我得坚持。我说，这是算错的事情吗？啊，你明显看别人啊，人生地不熟的欺负别人、骗别人呗。这时候托马斯听懂了“骗”这个字，狗仗人势冲了过来，对着打印店的老板：“你是这样的人吗？你骗了我吗？我们昨天谈小风扇不是吗？我以为你是好人，我以为你是人中龙凤。”一瞬间，维权的气势完全垮掉。打印店的老板呢，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托马斯是个智障，气焰更嚣张，说喊什么？我不就算错了，把钱还给你不就完了？然后啪就拍了15块钱在那个桌上。我当时看着那15块，心想妈耶，我气势恢宏的维权就到此结束了。不行，我得升华一下。我说这是钱的事情吗？啊，刚才跟你所有对话我都录音了啊，就需要些举报你一举报一个准啊，我可是做律师的。老板这时候呢也怂了，但他是强撑着说。你是做什么的？我都算错了。我说我懒得跟你掰扯这几块钱的事情啊，自己坑蒙拐骗，我真正为你这个行为感到羞耻。说完，赶紧拉着托马斯走掉。在他下一次发言之前啊，你们现在肯定心里还在想尬点在哪里是吧？还没到。我俩走出那个打印店，我整个人就很沮丧。我心想妈耶，律师身份都亮出来了，干回来15块钱。啊，好丢人呐！啊，但是我这个气儿没处撒，我只能委屈的跟他骑着电动车回家。我们俩骑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哎，托马斯2只手都紧紧的抓着车把。我说等一下，你打印的那些签证材料呢？在你哪一只手里？托马斯啊，还在打印店里。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那我们，我说没有我们。只有你自己，我们回不去了。托马斯啊，你不回去吗？可是我的中文不好呀，我跟他们吵架，他们会瞧不起我，还不给我。我又只能硬着头皮陪他回去。但我一进那个店啊，我就在那假装若无其事说啊，刚才那个东西没有拿。老板态度特别恶劣，说这没那东西。我一看东西没了。托马斯急了，稍微体现出了一点担当啊！他冲进来，去那个垃圾桶里开始刨。这时候打印店的老板娘就飞过来跟我说：“哎呦，找什么？找人？什么东西拿东西？我们这没有那东西啊！”那个东西对我们特别重要，你如果没拿，你把监控给我调出来，我看一下。打印店老板儿子跟我说：“不调。”我说：“哎呦，不调是吧？行，那我现在就报警。”就在我说完这句话的瞬间，我的脑子叮。不行了，阿姨，我们电动车是有后备箱的呀。当时我背上的汗就下来了，但我还是强撑着扭头跟托马斯说了一句：“先别跑了，去看一眼后备箱。”托马斯从那个角落，哼，出去了，剩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店里，举着那个手机，跟人家一家3口八目相视，度过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10秒。10秒钟之后，托马斯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叠材料，还说了一句：“哈哈，在。”这时候，打印店的老板娘几乎是像一个啄木鸟一样飞过来，开始啄我，说：“你看吧，你看，这说明他就是用当东西啊，觉得我们坑蒙拐骗，你们才坑蒙拐骗。”这时候，托马斯听懂了“骗”这个字，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对着人家一家3口岂有此理！我们回来，因为你们是大骗子一家，不是吗？你们骗了我呀！哼，你们骗的人罄竹难书。Enough， 毫无帮助。我当时腿也开始抖了，但我强撑着自己最后一丝尊严，跟人家一家3口说：“一码归一码，
我们刚才确实记忆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是也不能因为我们的师傅就演给你们好自为之吧。当时托马斯走出那家店，我转身开始对着他破口大骂，我这回知道我的火该往哪撒了。我说 You stupid! How can you forget you're stupid? 签证材料 is in your 电动车后备箱。This is the most 尴尬 day in my life。滚！我就一路狂奔回家，我也不上电动车，然后他就骑着那个电动车委屈的跟着我滋。我想妈呀，赶紧，我要回家逃避这场尴尬。一路狂奔，终于走到我家门口，准备开门的时候，发现哦，我的钥匙连着我的 U 盘还插在打印店的电脑上。那一瞬间，我连站都站不稳了。我扶着我家的门把，跟托马斯说：“咱们换个房子吧。”我们真的回不去了。但是你可以。中国有句老话：“洋相还得洋人出。”最后，托马斯回去了，把钥匙拿回来了，他就去北大上学了。我独自在家消化这场尴尬，坐立难安，在家里待着15块调监控不行，我不能活人不能被尬死，我得把我的尴尬发散出去。我开始发信息跟我的朋友吐槽这件事情，说哇，好丢人呐，去维权。律师身份都亮出来了，干回来15块，取证还花了5块，10块钱买走了我的尊严，还丢3落4，回去2次，一败涂地呀！小丑竟是我自己啊！掩面哭泣，跟一个朋友发完，哎呀，好尴尬，多选。逐条转发给另一个朋友。整整1天的时间，我疯狂地把我的尴尬发散到全国各地之后，哇，到了晚上10点，我终于平静下来了，终于可以安心地工作一会儿了。这时候我打开我的电脑，准备工作，要登录微信的时候，发现哦，我的微信还挂在打印店的电脑上。也就是说，那一整天，那一家人目睹了我的整场表演。一家人围坐在电脑面前，看我直播，还评论我。那都是这么尴尬呀！哎呦，还真是律师呀！哎呦，难怪脸都绿了。哎呦，这对卧龙凤雏啊，尬到在家里掐人中了吧？掐成人中龙凤了，尬得罄竹难书。哎呦，真是一场饕餮盛宴呀！好，谢谢大家。谢谢小鹿的留言，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这是为他投票的最后机会。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小鹿。几位老师，小鹿这段是不是《女儿红》里的后面的一段内容？对，最后那个段子。啊，为什么最后在决赛最重要这个场合选了这段来表演？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好笑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它有点体现了这种，其实做喜剧这件事情，就是你把你生活里面的这些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颠三倒四的事情，你把它用喜剧技巧把它打磨出来，放在这个台上让大家笑。其实这个事情当时真实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已经就崩溃在原地，已经尬到怀疑人生。但是后来我把它写成段子之后，我就觉得值得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做喜剧以来一直都是这样，这是喜剧演员的可能的一个福利吧。就是很多事情你经历的时候觉得非常痛苦，但是一想到能把它写成段子，你又能笑得出来了，然后别人也笑得出来，对。因为也分散给了大伙儿，对，像会发信息一样。对，吴镇宇老师呢？对，确实，
10个淘汰6个，跟现在4个一起比赛的状态，好像跟之前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有点压力？我一直如果是我比赛，我怎么选那个总决赛那个段子了？所以这个很难为。你是一直都觉得这个就是留在最后吗？这是我那个上一个专场《女儿红》的底的一个段子。然后其实这个段子本来线下演出的是30分钟的，就是我30分钟讲了一个故事，但是因为线上节目时长的限制，我就把它从原来的大概7、8千字，最后减到了2000字。但是我昨天在开放麦已经试到，我觉得这个段子已经是一个能够还原我线下演出的状态了。然后包括昨天在这彩排，我也能感觉，比如说现场导演，我能看到很多人都已经笑起来了。其实我们很少彩排工作人员会笑的，所以我会觉得 OK， 我终于把它精简到这个程度之后，它还是能一定程度上还原在线下演出的那个澎湃了。但是今天其实是这个段子从诞生到现在为止最凉的一场，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因为我这一季以来所有前面的段子全部是新写的。就这一篇是我专场压轴的段子，我一直是计划用这个段子来做最后一场的表演，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那个想法，想要就是让大家感受，就线下演出那种人和人之间，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就线下演出的段子很像是一棵树，就是这么生长，然后开枝散叶，然后到哪儿说哪儿，然后观众一直跟着我们在冲浪，然后就是。我们现场录制的时候很像一个玉米棒子，上面一个梗一个梗一个梗，就是这么连着来。我觉得是不同的氛围，我很想能够在这儿冲一次浪啊，但是栽到海里了。不，你的表演肯定不是栽的那个状态，只是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他本来理所应当是更好，只是为什么没达到那个效果。我觉得表演特别的精彩，你知道我是你的铁粉啊。然后上一段的时候我说你这一路一场都没垮过，这场也不垮，就是非常精彩。这里边没有对错啊，艺术的这些东西没有对错，我只是想，我老感觉我看的是一个像是非常画面感很强的，讲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表演的特别精彩的一个故事，但这可能是我个人非常主观的一个问题，我只是带着一些快乐还有一些疑问回家了，今天可能。他表演的很好，但就像那个于翔宇今天也是选择了讲一个故事嘛，教主也是讲故事嘛，小鹿这轮也是选择讲故事嘛。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就是讲故事好像就不如那种？但小鹿这个我就觉得表演的很精彩，但我只是还是觉得怪，就感觉可能太叙事了还是怎样，我不知道。就我其实没有答案啊，对，就是。现在等于脱口秀也有门户之见了，是吗？有点这意思。就如果脱口秀不认的话，我们相声愿意接收啊，这是个很好的相声。就是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对，我想这样的话。老爷说。因为大林提到相声，我特别想说两句。小鹿这个段子是我在他线下专场的时候第一回看了以后我备受震惊。对。因为过去实话说，单口相声是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最后有一个底。但是我们现在包袱密度不够，我们单口相声落后了。当我看到小鹿这个故事，我备受震惊。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习发展的方向。永远讲一个故事，加入更多的包袱，是最难和最高级的东西。谢谢老师。是的，其实就是不要把一个艺术形式把它说的特别窄，好像只有这样才叫这种艺术形式。不要这样，我们都欢迎所有的表现形式站在这个舞台上。这个节目非常好。谢谢。我自己觉得不好，因为我觉得我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失去了跟观众的那个连接吧。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段子你演到可能3分钟，你就大概知道啊，现在情况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鹿，我觉得是此刻观众的期待和剧场里观众的期待是2种状态，因为剧场里的观众可能就是为了看到你今天大放光彩的90分钟而来，但是此刻他们可能因为这是一场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的比赛，然后可能更想看到那些更直接也更叮叮咣咣往上走。对，就是包括更当下的一些事情。我想他之所以在剧场里会那么的好，是在于你在专场里前面有尽情的表达，有你丰富的观点和视角，然后在最后你用那30分钟证明，抛去观点和表达之外，我仍然用
纯熟的技巧，能讲一个非常非常好笑的故事，然后那一整场的观众都获得了一个全方位的像按摩一样的感受。我既接受到了新鲜的观点，我也接受到了犀利的表达，我也感受到了纯粹喜剧给我带来的快乐。那我觉得可能观众就要把小鹿这一季的表演连起来看，这就像他女儿红的专场一样，他前边已经带给了我们足够多关于他的婚姻也好，关于他的家庭也好，关于他自己是谁。此刻他就是以一个单口演员的身份站在这儿，用他单口演员的方式讲了一个幽默的故事给大家听，可能这也是他选择这个段子的原因吧。对。好。我觉得正好借着小鹿这个，我想说几句，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做节目嘛，做了好几年，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不是只有一种审美和表演方式，我们只是包括跟朋友们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只是把我们对观众的判断告诉他们，但是真正做选择的是他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小鹿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演员，我觉得很棒，很厉害。谢谢。我也想再说一句，行吗？我是觉得就是很遗憾，就是对小鹿说，就是感觉这个场合其实你选择把这个段子交给这个场合，然后这个场合其实是辜负了你。但我觉得就是你是这么多年这么多季这么多演员当中，你是最不一样的。你做了一个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场合，这个决赛的现场，从头到尾讲一个故事。对不起，实在。哎呦，老周啊，哎呦。我觉得观众都很紧张，很有压力，所以他有些放不出，因为他有决定一些很重大的事。观众的压力比你们可能更大的。没有，我们丝毫没有怪观众的意思。对，我知道。其实，在我们录制的场合，故事型的段子真的就是很难，一直很难讲。就像庞博说的，大家期待的也不一样，这个丝毫没有怪观众的意思。我只是说，他有时候就是一种错配，你们知道吗？就是谁也不怪，就是一种错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做到让你们那么笑，但我们永远无论如何都是想努力逗大家笑，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肯定，不是我们没有自负傲慢都没有。要不然我们就对不起脱口秀这件事儿，我们不会利用这件事儿。对。好，谢谢周老板的鼓励。我以为他在抛梗，你知道吗？我没有看他这么给。我第一次见齐墨那个样子，然后哎呀，我看他一哭，我也有点受不了。因为，其实整个我在台上也说了，其实上节目以来，我所有的内容都是新写的。是因为我在努力的适应节目的节奏，但是我就觉得最后一期了，在这一篇的时候，想要把线下的东西，看能否顺滑的带到线上，发现没能实现吧。这篇稿子确实平时在线下演出效果很好，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想证明一下这个比赛也好，还是线下的演出也好，它应该是共通的。他就很想把这个特别的段子放在这个特别的场合，结果没起到那个好的效果，就遗憾在这儿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场合的事儿，把今天所有观众咱们都放到剧场里，小鹿再讲这个，大家也会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今天根本就没有演砸，为什么大家都好像世界毁灭了一样？是不是？就是可能就像周老板说的，它是一个场合错配的造成的古怪效果，所以我表示了我的困惑。但即使这场不好，你也是这个整个节目整个一季里我心目中的冠军。谢谢罗老师，也谢谢小鹿。那请小鹿先前往等待区落座。谢谢小鹿的精彩表演。下班了，没事，挺好。大部分创作者都是很在乎自己的作品的，很多演员上线上都有这个愿望，就是我们都希望段子最后的归宿是好的呀。陆姐在讲之前，我就跟她沟通过，我说咱要不要换一个战略？
陆姐跟我明确的说，她说：“哎，佳宁，我就想到决赛最后了，留一些我认为最好笑的东西站在舞台上。”这个精神我非常佩服，这就是讲单口的初衷吧。我认为小鹿是绝对有竞争冠军的实力的。其实他是做好了接受这个风险的准备的。我有感受他的心路历程一定是走过千山万水的，就很想拥抱他。下面有请我们也是最后一位选手，我们掌声有请付航。什么氛围？这又不是悲剧之王，开心一点。刚才陆姐讲多好啊，对吧？我呢，其实台下呀，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给我发私信，很多人就说：“哎呀，付航，我上大专了，我该怎么办？”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回复，我说：“兄弟，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但是见到最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前2天收到一条私信，他说：“航哥，怎么去你的大学？”他说：“哎呀，做人类好累呀，永远要分1、2、3本，人还分3、6、9等，做动物就好了，不分阶级，没有烦恼。”不是的，动物也有。我看过泰国当地一个新闻，当地的农民训练猴子上树摘椰子。摘完了放进马车里，农民驾马车，猴子扒马车，非常开心，就是，呀，非常和谐的画面。动物保护组织不乐意了，过去谴责说：“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啊？”啊，农民就道歉啊，农民懵了，猴也懵了，啊，猴就，当然最懵的不是农民，也不是猴，是马车前面的马。马看着记者，农民说：“哎，对不起，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马说：“我，你，马。”记者看到了，记者说：“哎呀，马惊了，快射杀他！”马从那天开始就不开心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垃圾猴子连工作都是错的，连他被营救走都是我拉着去的动物园。他跟猪抱怨，跟牛抱怨，他说：“我不想上班，我就想天天过节，没有人不喜欢过节啊。”猪举手，我怕过节。每次都少好多朋友。我要是宠物狗就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烦恼，宠物狗有烦恼。我小的时候有一只串串，串串就是不是纯种的狗，大家都会觉得它们便宜低端。它跟小区里边那些高级绝育的名犬完全格格不入。那些绝育的名犬见到它都会说：“哎呀，可怜的小串串。”可悲的小串串，你好低级，你好 low 啊，你好便宜。你看，我有主人给我买的美丽的华服，你有什么？我们家狗说：“我有生育能力。”它已经离开我了，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记得它，它就永远陪在我身边。但是它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类第一次看到它就讨厌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低级的串串。猴也有烦恼，大家老觉得呀，猴没有烦恼，猴的烦恼没人懂，我懂。只要不工作的猴子都得给人类表演。所有人都有烦恼，所有东西都有阶级，我也有烦恼。你们想得到吗？我的烦恼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表白失败带来的容貌焦虑，
你们想不到，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清纯内敛的美男子。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忧郁男孩。对，那时候只要你一忧郁，别人女孩就想拯救你。90后都应该知道，当时我上网搜忧郁男孩表白攻略，非常简单。你说你有罪，你知道吗？女方说不知道。你说你偷走了我的心（括号你们俩幸福的在一起）。我说有点东西。我看着我们班女同学，我说你有罪，你知道吗？她看着我说我杀你爹了。你有病啊！你要学忧郁，看看人家台湾偶像剧里《流星花园》里边的花泽类，那才是忧郁美男子。我去看了台湾偶像剧，花泽类站在天台上看着杉菜说：“喂，不要哭了，想哭的时候你就倒立，那你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我懵了，我说太酷了！看到女同学一要哭，我也想说同样的话，一紧张说错了。我说喂，想哭时候你就翻跟斗。所有同学我那样你的眼泪就被甩干呐。我只能看中文版，看不了其他的国文，因为泰版翻拍了《流星花园》，也是俊男靓女，非常帅气，我实在看不进去。非常帅气到天台上，花泽类看着杉菜，喂。講咩食雞？廿兩係來。我實在看不下去。你知道舔狗呢，就是猶豫。我到最後畢業之前還沒有表白，最後鼓足勇氣給他寫了一首情詩。我說，給你寫了一首詩，可以讀給你聽，向你表白嗎？他看着我說，嘿，你別說啊，富航，你還真別說。我說你也喜歡我的文采，他說不是，我的意思是別說。我說哈哈，真心話大冒險。一轉頭，操場就我一人。那時候的男孩都是這樣硬撐。我說，那你不喜歡我哪一點呢？他說我不太喜歡那種黑黑的、長得像猴的男孩。我說謝謝你，祝你幸福。我當時哭了，我突然想起花澤類。一下就立起来了，我就想试试眼泪到底会不会流下来。结果朋友们，眼泪这么流下来，我跟那儿倒立呢，那女孩又走过来了，说：“呀，又耍猴。”富航，你应该考虑一下，你长大以后靠什么生存？你学习这么差，难道你现在长大之后还能靠每天在班里耍猴一样逗别人笑生存吗？可以。当时我以为他在拒绝我，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已经偷偷开始转动了。但是我内心还是特别难过，因为我失败了，我表白失败了，我就太痛苦了。朋友看我太难过，带我去玩了一个类似剧本杀的剧本，是角色扮演的，每人一个本，翻过来才知道自己什么角色。我一翻，舔狗 A。我读那个剧本，每天给女主角写情诗。我说，哎呀，我看这个女主角眼泪下来，我说你知道吗？我是你的舔狗。那女孩看脸自己剧本啊，我的剧本里根本没有你。这就是真相，朋友们，我悟了，舔狗永远读不了女神的剧本，但是我又触底反弹了，舔狗的剧本里，舔狗才是主角。我再也不当舔狗了，以后别人一说，哎，富航，我跟你分手吧，你长得像泥鳅，我就嘿嘿，你杀青了，在我的剧本里杀青了。从那天开始，跟异性发微信2分钟不回，直接拉黑。我妈找了我3年。我表面装作坚强，我说：“哎呀，爱情嘛，算什么，对不对？”但是我内心里边容貌焦虑还是深深刻在我身上。有一次我在家里太难过了，我哭了。我突然想起他说我黑，我就特别认真，我想看看我妈妈会不会骗我。我说妈，我黑吗？我妈说儿子你一点都不黑，你就是有点暗。我说连您也这么说我。
我就去地铁环线来回坐，哭得满脸都是鼻涕眼泪。我去男厕所拿免费的卫生纸，我就跟那儿过来一个女的清洁工大妈，小伙子，你要上吊啊？我说上不上吊另说，你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呢？这不是男厕所吗？男女授受不亲，您这个应该懂吧？他看着我就是老年人标准那套，就是我能当你奶奶？我什么没见过呀？你个小黑鸡崽子！我说你还给我起日本名儿，小黑鸡崽子。真的，当时容貌焦虑又触底反弹了，朋友们。我突然发现，我永远没法改变别人怎么评判我的容貌，我只能自信起来。从那天开始，我接受了，我就长这样，满脸痘坑，大鼻子，一眼大一眼小，但没问题，我就是我。你觉得我长得帅，就是我给你的福利；你觉得我长得丑，就是我给你的惩罚。我就是我。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那时候我刚穿上保安制服，我穿上保安制服，所有的同学看我，付航，我就 yes sir， 付航 yes sir， 我看着那个女同学，我说 yes sir， 好笑吧？她看着我说，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我说what？不好意思，女人，我可能爱上你了。她一下就笑了，她就嘿，就跟就笑了。她一笑，我说这女人竟该死的甜美。我说我会娶你的。她看着我，10多年过去了，时光荏苒。上一次我见到他，我还问他，我说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这些。他说：哎呀，我早就不记得了，别恶心了。但是付航，你要记得早点回家，我在家里等你。在这儿，我想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一句话：10多年了，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但是只有你说我是天才。你教会了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管你的出身、学历、家庭背景，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就总有人会爱你。谢谢。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别忘记为他投票，这是为他投票的最后机会。太猛了！2、1，请锁票，谢谢。你也可以回家。哎呀，付航，你是今天是不是要说结婚了吧？应该啊，早就结婚了。对，就是这样。我刚才跳的抻着腰了。的确老了。我上次这么哭还是杨门求婚的时候，你说。这是我录过最诡异的那个喜剧节目。其实都投完票了，我想说一句话。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叫刘哥的朋友，那个就是我那个离开我的小狗。他叫乖乖，我小的时候所有的时光都是他陪我度过的，我非常。开心能有这么一只小串串，串串也是有价格，他们也并不低级就这样，谢谢。谢谢付航。你该倒立了，付航。屁股好疼啊！哎呀，我听得都激动了。罗老师，您先说说。首先，就是还有奇怪的魔力，给大家感觉还沉浸在那个作品里。当然，这里边我先说他讨厌的部分，因为他长这么帅，在那儿谈容貌焦虑，你特想冲上去跟他质问。这个是比较讨厌的部分。
我特别作为这个观众，我特别想感谢付航，因为刚才看到了一个示范级的表演，就是说他的表演、他的文本、他的深意，就是有一些深刻的东西和娱乐性和没完没了的那些爆梗，整个加起来是一个120分的演出。所以真的作为这个节目的观众，我特别感谢他，因为你们去想一个事情，就是说。整个一堆高手全程一彩纷呈的演到最后，然后付航是压轴。如果他压轴讲砸了，仍然是冠军，但非但没有砸，甚至不是100分，是120分。所以我特别感谢付航。对，天天姐又落泪了。对我没有想到会在一个喜剧节目的总决赛的现场这么频繁的落泪啊！就是刚才付航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巨大的能量一直在冲击我，这个能量很。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喜剧之王》这个节目是一个江湖，每个人有不同的门派跟招式，我觉得付航就是剑有宗师之气。他前面讲动物那一段非常的震撼我，就是不同的动物，他从小狗讲起的嘛，然后不同的动物，然后不同动物心理的角度，就是他是里面想表达的那个没有被看见的人和没有被注意到的那些在努力跟付出的不同。所谓的3、6、9等的人里，他想去批评的东西，他都用喜剧去解构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特别的视角。然后他又讲到了他自己，讲到了他用一种这么浪漫的方式去讲述了这个爱情跟这个婚姻，就是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充足的。我有点语无伦次，就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整成悲剧大会，是吗？是，对，因为我们全程是非常开心的，是很快乐的在笑的。但是我又，就你这段，我觉得我回去可能得反复听，写个 report 给你吧。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很多感受。谢谢甜甜姐，郭老师呢？我现在也很想倒立。是真的。我说点题外话，因为在这个节目表演之前，然后我的导演跟我聊过，说一会儿几个节目大概都是什么，简单的剧透了一下。然后等于他当时就说了，说你可能要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公布你已经结婚的这件事情。然后呢，就在你最开始刚刚铺垫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那我发现大家所有观众都认为你还在讲一个笑话啊。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很多人说看到我的东西说我底色悲凉，真没有，哎，鼻涕喷出来了，真没有，真没有。为什么？其实有一些朋友说我的底色悲凉，只不过是因为我讲的都是我小时候经历的这些普通人都会经历到的事儿。如果这样算悲凉，那大家其实都悲凉。我希望传递的是 passion。开始，然后我好多词儿都删掉了，因为时长的原因。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朋友们，不是你不够好，就是因为他不喜欢你。对，然后总有人会爱你，就这么多吧，谢谢，够。非常抱歉，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负能量。不，记住付航，他永远给别人带来正能量。不，也不算正能量，就是因为他非常的克制。我觉得付航整段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他最后那句话，就是勇敢的做自己，总会有人爱你。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员在这个职业上面，一定会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争议。你的这个表演方式，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你的这句话得罪了一些人，可能有一些人还要疯狂的攻击你。你根本不知道你的表演会带回什么。虽然你可能是掏着一颗真心，想给大家带去欢乐的，但是收获谩骂或者争议，又是在这个职业道路上必然的事情。所有走上台前的人，这是必然要面对事情。所以我觉得付航的那句话就很对，就是勇敢的做自己，因为你一定会遇到爱你的人。吴镇宇老师有打到你吗？今天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转换，单拿种文本，他整个形体、整个态度就是一个在他来说是最好的表演风格。有时候我一直都在怀疑，或者是想证明，如果是想从事一些娱乐跟表演的工作，确实你的前半生不应该太快乐的。哎，真的没骗你，你太快乐，到你后半生艺术搞不起来，因为你没有那个火，他就把那个火慢慢
调到最适合让观众温暖观众。可能之前火更大一点会烧的观众，但今天的火太温暖了，我急了。来问问郭老师吧，刚才你一直说比较担心的那是什么？你说好像知道那些消息之后，怕你没说完吗？跟那没关系，不是，我只是对不起，我有点顾影自怜了，好吗？就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在舞台上就是分享一个自己生活当中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但大家还当做笑料，就这些，有点我太负能量，别理我，我有病，别理我。看演出，看演出，看演出。他也是今天很性情了。好，那谢谢这一轮，我们还是最后揭晓成绩。谢谢付航的表演，请先落座。因为付航的这个情感浓度太浓了啊，输出的这个价值观太密了，于是乎我就一下我就炸了，我就觉得好完了，他来度化我了。付航让我叹为观止，我觉得他太厉害了，有深度，又有能量，还浪漫，就是他今天的表现我挑不出一点毛病，然后完全沉浸式的感受了他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爱。我想到的可能就是温柔，如果对一个人是温柔，那对世界温柔，那不就是慈悲吗？